在电影《给阿妈的情书》里，木生和南枝寄给淑柔的信以及随信寄过来的钱，一般被合称为侨批。我在旅途中见过侨批实物，但不是在潮汕，而是在福建省厦门市的华侨博物院。这是中国唯一的侨办博物馆，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出资创办的一家博物馆。我在2年半之前去了这边，拍完了素材，但一直没来得及剪辑整理。正巧最近有几个朋友说看完了给阿妈的情书之后，感觉有点意犹未尽，干脆我就把我去过的能线下看到侨批实物的地方给逐一整理出来，当成与电影互补的巡礼攻略。而我们今天要去逛的厦门华侨博物院，便是线下参观侨批的第一站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在这个地儿是厦门的华侨博物院，待会儿咱们就在一起好好看看这儿。我是2024年1月过去的，这边是免费参观，记得关注一下开放时间。这家博物馆的主楼居然还是厦门市文保单位。看完这些，我们走进那座拥有68年历史的大楼，先看一眼布局图，确认仅1、2、3层对游客开放。我们先走进旁边的华侨华人展厅。第一个篇章讲的就是中国人的对外移民往事，现场的佛国记就是东晋僧人法显去往印度取经归来后所写下的著作。此外，宋代和明代的泉州海上贸易都很发达，这是走出去的必要条件，尤其是郑和下西洋，更是留下了很多文物为证。在这个阶段，很多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也把这边的技术传递了出去。时间很快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代，在这个时期，有大量的华工被贩卖到海外，现场对应的展品是华工在园区所用的猪仔钱。因为环境极为恶劣，所以每天都有大量的华工死去。在民国期间，又有很多华工被招募到了英法等国，这次待遇像是好了点，还给打疫苗呢。现场的纪录片和老照片也验证了这一点。现场对应的展品则是英国为中国劳工颁发的铜勋章。再下个篇章是自由移民篇，现场对应的文物是民国政府颁发的护照。从清朝末年，清政府派出120个学生到美国去留学，然后直接跳到新中国留学篇了，这也是一种移民方式。还有很多人带着在中国赚到的钱去投资外国，当了投资移民。另外还提到了非法移民，走线的甜甜圈就属于此类。下面是华侨结社的往事，只有抱团才更容易活下去。不止美国有唐人街，很多其他国家也有的。其中很多华人的社团都是基于血缘建立起来的，还有基于职业所形成的商会组织。此外，他们还大力办学，确保下一代能得到教育。现场对应的文物是闽南建筑常见的金色木雕、雀替和垂花柱，毕竟无论什么组织都是需要房子的。另外，他们还大力兴办报纸，如果不握有舆论的武器，那就该任人宰割了。然后我们终于到了家书篇，这里介绍了给阿妈的情书里出现过的侨批。华侨在海外赚到了钱，就会以侨批的形式把钱寄回家里起大错。至于做什么生意赚钱，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我们根据现场的微缩模型得知，只要是国内有的产业，基本上都能在国外见到。这就是那些闯出去的人赖以谋生的根本。之后是传承融合篇，人们在入乡随俗的同时，也保有了一些原有的特色。华人在南洋生下的混血女儿被称为娘惹，他们的服饰就是融合后的特色衣服。如果生的是儿子，则叫做巴巴。他们会过端午、中秋和中元节这些节日，也会按照中式婚礼的流程来完成一代代人的婚事。展品还包括一座奢华的拔步床，这是家庭条件好的人才能用得起的陈设。至于后面的祝寿帖，那中式韵味就更浓了，大红就是我们的吉祥符号。之后我们来到了落叶归根篇，很多华侨在外打拼多年后，都希望能顺利回归故乡，所以在反清抗日的时候，很多华侨也大力捐款资助，以求恢复故土的安宁。其中为辛亥革命捐钱捐物的华侨是非常多的，当然也有华人落地生根，在海外寻求着自己的发展。其中东南亚的橡胶4大功臣里就有3个是华人，其中就包括生意非常全面的陈嘉庚。如果想了解陈嘉庚的更多往事，也可以看我以前集美学村的视频，他们的事迹也通过博物馆的宣传，从而被更多游客所知晓。下面我们进入共遇外汇篇，其中再次提到中国劳工在一战期间支援欧洲后方的往事。2战期间，大量北美华侨从军抗敌，打击法西斯。
东南亚华侨踊跃参加抗日武装，抵抗日军入侵。对应文物是菲律宾为华侨陈成国颁发的烈士证明。单说文字可能会有些苍白，现场参观图画的话，或许会更加直观。故事的结局大家都清楚，那就是日军终于投降，我们也迎来了胜利。在新中国建立后，华侨纷纷回国投资实业，发展民族工业，也有很多华侨捐资助学，建下了很多学校，还有的成为了中国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。而新中国也以各种方式纪念着做出贡献的华侨们。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讲述华侨故事的主展厅。现在我们简单逛逛其余展厅，从临展厅开始。当时陈列的展品全都是珐琅器，以防游客看不懂，现场还给做了工艺解释。虽然现场展牌说珐琅工艺是始于明代的，但真没找着明代的珐琅实物。能看到的文物是以清代为主，特征是花纹繁复且从不留白。其中比较华贵的是一件金胎画珐琅双耳杯，是个省钱版的金瓯永固杯。后续近代的工艺品大体延续了清代风格，但做了一部分留白的空间，总算不那么密孔了。然后我们奔向另一侧的自然馆，这边有对各种动物知识的科普，前半侧以知识展牌为主，展厅中间还有一具巨大的鲸鱼骨架，这是在1960年一头大鲸鱼在厦门搁浅死亡，博物馆便收集了它的完整骨架，让它成为了这屋里的镇厅之宝。再往前能看到一些各式各样的动物标本，一部分是南洋华侨捐赠的，另一部分则是陈嘉庚拨款购买的。说到陈嘉庚，就一路来到了陈嘉庚珍藏文物展厅，开场就看到了不少的青铜器，还有青铜壶与青铜鼎，造型是汉代应有的简约。如果往前走，会发现有更多的青铜器，甚至还能看到民国青铜器与宋代青铜器并肩出现。文物不只有青铜器，还有大量明代的鎏金菩萨铜像，还有很多瓷器，在昏暗的灯光下能辨认出虎子。中间明亮的位置则摆着大青花瓷瓶，此外还有明代的黑釉四季罐，尖上4个耳朵能系绳，所以叫四季罐。之后又看到了汉代的彩绘陶壶，看来并未严格按照朝代展出。现场最华丽的瓷器还得是后面的景德镇粉彩八宝，这比金铜材质的颜值更高。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一整个的厦门华侨博物院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一切，无论是与华侨强相关的文物，还是后面的动物标本，以及陈嘉庚先生的个人藏品，现场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海外华侨置办出来的。可以说这一整座博物馆就是一封大大的侨批。当我们来到厦门，打开它阅读它之后，便看懂了海外华侨在千百年间对外开拓进取的历史记录。我们从未停止过出海的脚步，过去是如此，现在是如此，将来必然也是如此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